我从台湾赶回大陆，婆婆把全部拆迁款给了小叔子，转头就要求我和老公赡养他。我直接把他送到小叔子家门口，对妯娌说，钱谁拿了妈就归谁养，天经地义，以后你们也别来找我了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老家要拆迁的消息像一颗投入死水里的石子，在我们这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小家庭里激起了巨大的涟漪。那段时间连出租屋里发霉的空气似乎都清新了些。我丈夫李明，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，脸上难得有了光彩，晚饭时总会多喝2两，畅想着拿到钱后能给我们女儿堂堂换个好点的学区，再也不用挤在这30平米连转身都困难的鸽子笼里。我嘴上不说，心里也盘算着，我们结婚快10年，没要过婆婆王桂花1分钱。婚房首付是我爸妈给的，后来生意失败卖了，我们才搬进这出租屋。李明是长子，我们是长子长媳，于情于理，这笔拆迁款我们都该占大头。可王桂花，我的婆婆，却表现得异常神秘。每次我们打电话旁敲侧击，她都用一种故作高深的语气含糊其辞，钱的事你们别操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她越是这样，我心里的那根弦就绷得越紧，不安的预感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的心脏，越收越紧。终于，拆迁款下来的那天，王桂花一个电话把我们叫回了老家。一进门，我就看到了小叔子李杰和他的老婆陈丽，两人坐在沙发上，脸上是藏不住的得意。陈丽甚至还冲我扬了扬她新做的镶钻美甲，那光芒刺得我眼睛生疼。王桂花清了清嗓子，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带着施舍意味的笑容。钱下来了，120万。他顿了读，目光扫过我和李明，最后落在了李杰身上，眼神瞬间变得慈爱无比。我寻思着，李明你们俩都有本事，工作稳定，可李杰不一样，他从小就老实，没啥大能耐。这笔钱我就做主，全给他了，让他去城里买套大点的房子，以后结婚生孩子也宽敞。120万全给了李杰。我的大脑嗡的一声，瞬间一片空白，耳朵里只剩下血液冲上头顶的轰鸣声，眼前的一切都开始扭曲变形。我看到李明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都发不出来。他那张敦厚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。我替他问出了那句话，声音干涩的像砂纸在摩擦，妈，120万，1分都不给我们留。王桂花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刻薄。留什么？李杰没本事，你们有本事，你们多担待点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我这不还指望着你们给我养老吗？你们当大哥大嫂的，难道不该多出点力？他的声音尖利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，精准地扎在我心上最柔软的地方。李明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他红着眼眶，声音都在发抖，妈，你怎么能这么偏心？我们一家3口现在还挤在出租屋里，堂堂连个写作业的桌子都没有。我们这些年哪个月末给你寄生活费？你生病住院，是不是临晚跑前跑后的伺候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？我怎么对你们了？王桂花一拍大腿，开始她最擅长的哭穷卖惨。我身体不好，浑身是病，这钱不给李杰傍身，我死都闭不上眼。我这都是为了谁啊？还不是为了你们李家有后。
指望你们就生了个赔钱货。赔钱货3个字，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我的天灵盖上。我浑身冰冷，血液都仿佛凝固了。我看着我的女儿糖糖，她正睁着一双清澈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我们，小小的脸上写满了困惑和不安。我的心痛得无法呼吸。一旁的李杰和陈丽自始至终都在冷眼旁观。此刻，陈丽甚至还阴阳怪气地开了口：“哎呦，大哥大嫂，你们至于吗？为这点钱跟妈计较，传出去也不怕人笑话。我们家李杰是莫你们有本事，可他是妈的心头肉啊。”就是，李杰翘着二郎腿，抖着脚，一副无赖嘴脸。哥，嫂子，你们1个月工资加起来也1万多，还差这点钱。我可不一样，我还等着这钱娶媳妇呢。我看着他们一家3口其乐融融，而我和李明像2个闯入别人家宴的乞丐，卑微又可笑。王桂花似乎觉得火候差不多了，话锋一转，直接对我们下达了命令：行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钱给李杰买房，我呢，跟你们去城里住。我这把老骨头也该享享福了。你们给我请个保姆，我那些药还有日常开销，你们全包了。对了，我住不惯小地方，你们赶紧换个大点的房子。他的语气仿佛在施舍我们一个天大的恩惠。那一刻，我心中积压了10年的怒火终于冲破了理智的堤坝。我死死地盯着他，几乎要将牙齿咬碎。我们结婚时，他1分彩礼没给，一句祝福没有，只说城里媳妇金贵，我们家要不起。婚房首付是我掏空了父母的积蓄，又借遍了亲朋好友才凑齐的。而李杰这个游手好闲的成年巨婴，结婚却要婆婆倾家荡产的全包，凭什么？当晚，我和李明彻夜未眠。出租屋狭小的空间里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抑。李明抱着头，蹲在地上，像一头困兽。他嘴里反复念叨着：“她是我妈，我能怎么办？”我看着他痛苦挣扎的样子，心里最后一点温度也消失了。我知道，指望他是没用了，骨子里那套愚孝的枷锁已经将他牢牢捆死。第2天，王桂花果然说到做到，大包小包地搬来了我们的出租屋。她一进门，就嫌弃地皱起了眉头，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：“这什么味儿啊？这么小的地方怎么住人？跟个狗窝似的。”她完全无视我们铁青的脸色，径直走进唯一的一间卧室，把我们的东西粗暴地推到一边，将她的包裹扔在床上。这间房我住了，我年纪大，需要清静。然后，他指着客厅那张小小的沙发，对我和李明说：“你们俩就睡这儿吧。”那一晚，我和李明挤在沙发上，听着卧室里传来王桂花响亮的鼾声，和女儿糖糖在角落里压抑的抽泣声。我的心一寸寸地冷了下去，变成了坚硬的石头。王桂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出租屋里彻底当起了太后。她不仅对家务事视而不见，连自己换下的内衣裤都理直气壮地扔在卫生间地上，等着我给她洗。饭菜但凡有一点不合胃口，她就会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林婉，你是不是诚心想饿死我？我儿子是瞎了眼才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。”更过分的是，她经常当着糖糖的面阴阳怪气地说些女孩都是赔钱货，养女儿不如养条狗之类的话。糖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，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发呆，看我的眼神里也充满了恐惧。我的心像被无数根针细细密密地扎着，疼得我喘不过气。王桂花的要求也越来越离谱，她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养生偏方，
要求我每天早晚给他炖燕窝粥，晚上还要给他打水泡脚，做全身按摩。我每天下班回来，拖着疲惫的身体，伺候晚小的伺候老的，累得像条狗，而他则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，一边享受着我的服务，一边挑剔着我手劲大了，水温不对。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堂堂的房间，那间小小的卧室是我们当初特意为堂堂隔出来的，墙上贴满了他喜欢的卡通贴纸，有一个小小的书桌和一盏温暖的台灯，那是他的小天地。可王桂花来了之后，强行霸占了那间房。他嫌弃堂堂的书本晦气，把它们一股脑全扫到了地上，换上了他的寿衣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。堂堂夜里不敢回房睡觉，只能抱着他的小熊玩偶，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一角，偷偷地哭。我抱着女儿冰冷的小身体，听着她压抑的啜泣声。那一刻，我心如刀绞。我意识到，我不能再忍了。我的退让，换来的不是海阔天空，而是得寸进尺。我的忍耐，正在以牺牲我女儿的童年和幸福为代价。这已经触及了我的底线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厨房准备晚饭，突然听到客厅里传来王桂花拔高的哭腔。哎呦，我的老姐姐啊，我这日子没法过了啊，他们虐待我啊，连口热饭都不给我吃，新衣服也不给我买一件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？养了这么个白眼狼儿子和恶毒媳妇啊！他故意开着免提，声音大到整个楼道都能听见。邻居们探头探脑，对着我们家指指点点。我胸中的怒火轰的一声，彻底炸了。我冲出厨房，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电话，对着那头还在喂喂的亲戚，一字一句清晰地吼道：二姨，你听清楚了，妈住在我家，每天山珍海味我不敢说，但燕窝粥一天2顿，一顿没断过。她身上穿的衣服，哪件不是我上个月刚带她去商场买的？你要是不信，你现在立刻马上来我家看看，看看她到底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。电话那头瞬间没了声音，王桂花被我的反击噎得满脸通红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她大概从没想过，一向温顺的我会如此猛烈的爆发。当晚，她就开始闹，在地上撒泼打滚，哭喊着说我们翅膀硬了，要赶她走，闹着要回老家。李明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疲惫不堪地劝我：林婉，你忍忍吧，她毕竟是我妈。我看着她那张写满孝顺2字的脸，内心一片冰冷。我挣扎过，痛苦过，但一想到女儿委屈的泪眼，我所有的犹豫都烟消云散。我不能再退了，我退一步，我的女儿就要退10步。我冷静地看着李明，语气平静却坚定：好啊，妈说要回老家，那就让她回。正好拆迁款120万都在李杰那儿，养老的事也该轮到他负责了。天经地义。李明愣住了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陌生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我就起来了。我没有去准备王桂花的燕窝粥，而是打了一个电话。喂，是搬家公司吗？我要搬家，地址是……王桂花的行李并不多，我3下5除2就全部打包好了。当搬家公司的车停在楼下时，王桂花才意识到我不是在开玩笑。她穿着睡衣就冲了出来，死死地抱着门框，开始撒泼：林婉，你这个心肠歹毒的女人，你要把我这个老婆子扔到哪里去？我不走，我死也不走。李明也慌了，他拉着我的胳膊，低声哀求：林婉，你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把事情做绝了。我甩开他的手，目光冷得没有一丝温度。做绝？到底是谁把事情做绝的？李明，
你但凡有点良心，就看看糖糖，他才6岁，他做错了什么？要被亲奶奶指着鼻子骂赔钱货，要被赶出自己的房间睡沙发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，钉进了李明的脑子里。他瞬间僵住了，脸色煞白。我不再理会他们的反应，走到王桂花面前，平静地说：妈，您不是要回老家吗？李杰给您买了新房，比我们这狗窝好多了，我送您去享福。说完，我不再给他任何撒泼的机会，架起他的胳膊，强行将他往楼下拖。他在我手里挣扎着，尖叫着，咒骂着，引来了所有邻居的围观。我充耳不闻，我的心早已在无数个委屈的日夜里被磨练得坚不可摧。我将它塞进早已等候的计程车里，对司机报出了一个地址，那是我昨天晚上特意查到的，李杰用那120万买下的新房地址。车子启动，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我们生活了多年的破旧社区，心里没有一丝留恋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一切都将不同了。车子在城东一个高档社区的门口停下，崭新的楼盘，气派的大门，和我们那个老破小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我付了车费，亲自打开车门，半拖半扶地将还在车里撒泼的王桂花拽了出来。搬家公司的工人也效率极高，3两下就把他的行李全部堆在了社区门口。正是下班时间，不少衣着光鲜的居民进进出出，都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。这边的动静很快惊动了保安，也惊动了楼上的李杰和陈丽。两人像2阵风一样从单元门里冲了出来，看到眼前这幅景象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林婉，你疯了吧？陈丽率先发难，她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，指着我的鼻子尖声叫骂：你把妈扔到我们家门口算什么意思？你安的什么心？王桂花一看到救兵来了，立刻戏精附体，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，开始拍着大腿哭天抢地。哎呦喂，我的命好苦啊！大儿媳要把我赶出家门，不让我活了，天理何在啊？我不活了！她的哭嚎声引来了更多的围观者，人们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胸腔里翻涌的情绪被我强行压下。我没有理会地上撒泼的王桂花，而是直直地迎上陈丽充满敌意的目光。我一字一句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有力，足以让周围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很清楚。我抬手指向他们身后那栋崭新的楼房，然后转向越聚越多的围观邻居，声音陡然拔高：妈老家的房子拆迁，赔了120万，他老人家心疼小儿子，把这120万一分不剩全都给了李杰和陈丽，给他们买了这套大房子。我的话音刚落，现场立刻一片哗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了脸色煞白的李杰和陈丽。既然钱谁拿了，那妈就归谁养，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。我的声音掷地有声，像一把重锤，狠狠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，也砸碎了李杰和陈丽脸上伪装的镇定。他们想反驳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。拆迁款的去向是他们永远无法否认的铁证。陈丽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指着我的手都在发抖。你胡说，妈是自愿给我们的。对，自愿给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接上他的话。所以，赡养义务，你们也该自愿承担。我今天把妈送过来，就是来履行这个自愿的。我不再看他们，而是转向依旧坐在地上干嚎的王桂花，语气里没有一丝波澜。妈，以后您就在这儿好好享福吧。李杰的新房大，肯定比我们那30平的出租屋住着舒坦。说完，
我转身，对着目瞪口呆的李杰和陈丽，扔下最后一句话：以后你们也别来找我了。我们家小，庙也小，养不起您这尊金贵的大佛。我转身就走，没有丝毫留恋。就在这时，李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。他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，我决绝转身的背影，他母亲瘫坐在地上的狼狈，他弟弟弟媳被邻居指指点点的窘迫。他愣在原地，脸上写满了震惊、茫然和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。我没有停下脚步，直接走过去，拉起他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，但他没有挣脱，反而握得更紧了。回家的路上，车里一片死寂，李明几次欲言又止，最终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。他的掌心很热，带着愧疚和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坚定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他终于彻底站在了我这边。晚上，李杰的电话果然打爆了我的手机。我接起一个，电话那头立刻传来他气急败坏的咆哮：林婉，你个毒妇，你居然敢把妈扔过来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不顾亲情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要去告你遗弃。我听着他的无能狂怒，内心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我甚至还轻笑了一声：好啊，你去告，正好让法官评评理，拿了120万拆迁款的儿子，到底该不该承担主要的赡养义务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然后将他们一家3口的号码，连同那些7大姑8大姨的号码，全部拉黑。世界瞬间清静了。我靠在沙发上，看着窗外城市的万家灯火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那是积压了10年委屈后，第一次如此畅快的呼吸。解脱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我把婆婆扔回小叔子家的消息，像长了翅膀一样，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亲戚圈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的手机就被各种电话和资讯轰炸了。当然，都是通过李明的手机。大姑姐李娟第一个打来电话，语气充满了高高在上的指责：李明，你媳妇怎么回事？她怎么能把妈扔到李杰家去？她这是要逼死妈吗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就这么由着她胡来？我们李家的脸都被她丢尽了。李明这次没有沉默，他拿着电话走到阳台，声音不大但很清晰：姐，林婉做的没错，妈把120万都给了李杰，那他就该跟着李杰过，谁拿钱谁养老，天经地义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是更尖锐的叫嚷：你也被你媳妇洗脑了？那是你亲妈，你忘了她是怎么把你拉扯大的吗？你这是不孝。我没忘。李明的声音透着一股疲惫的沙哑。可我也没忘，我结婚的时候妈1分钱没给，林婉嫁给我，跟着我挤在出租屋里10年，生了糖糖，妈连个红包都没给过。现在糖糖上学了，妈还当着孩子的面骂他是赔钱货。姐，做人得讲良心。说完，李明直接挂了电话。紧接着，2舅妈、3姑父、各路亲戚轮番上阵，对我进行道德审判和舆论绑架。他们的说辞大同小异，无非就是家和万事兴，百善孝为先，做晚辈的要大度，指责我心狠、歹毒，破坏家庭和睦。我冷静地听着李明接听每一个电话，然后用同样的话术一遍遍地复述：妈的拆迁款都给了李杰，现在他住在李杰100多平的新房里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几轮下来，亲戚们也说不出什么了，只能悻悻地挂断电话。我知道，被动挨骂不是我的风格，我决定反击。我打开微信，将这些年积攒的所有证据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理。我没有用任何带有主观情绪的词语，
只是以一个陈述者的口吻，将事实一一罗列。婆婆王桂花于某年某月某日，将老家拆迁所得补偿款120万元，全部转入次子李杰账户。下面，我附上了一张银行转账记录的截图，金额和日期清晰可见。我与丈夫李明，长子常喜，婚后10年，与女儿糖糖，一家3口，一直租住于30平米的出租屋内。下面是一组对比强烈的照片，一张是我们家，昏暗狭小，墙皮脱落，糖糖趴在小饭桌上写作业，背影显得那么孤单。另一张是我从陈丽朋友圈扒下来的，他们新家的照片，宽敞明亮，装修豪华，欧式大吊灯闪闪发光。婆婆来我家养老期间，每日餐食燕窝粥，配图是我前几天刚拍的，一碗炖得晶莹剔透的燕窝粥。女儿糖糖因房间被奶奶占用，每晚在客厅沙发睡觉，配图是糖糖抱着小熊，蜷缩在沙发一角睡住的背影，看得人心都碎了。最后我写道：钱谁拿，谁养妈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将这条精心编辑过的内容没有发在朋友圈，而是直接发进了我们那个死气沉沉的李氏家族微信群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群里瞬间炸开了锅。起初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几分钟后，一些平时不怎么说话的相对明事理的远房亲戚开始冒泡。天啊，120万全给老二了，这也太偏心了吧。是啊，老大一家3口还住出租屋呢，这说不过去啊。林婉这媳妇可以了，婆婆这么对她，还给炖燕窝粥。舆论的风向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反转。李杰和陈丽急了，立刻在群里跳了出来。陈丽林婉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这是伪造证据，挑拨离间。我们什么时候拿了120万？妈是自愿跟我们住的。李杰，嫂子，做人不能这么没良心。我们好心收留妈，你还在背后捅刀子。他们的辩解苍白无力，在铁证面前，反而显得更加心虚和可笑。我没有回复，因为我知道，此刻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堂叔公，在家族里德高望重的老人，终于发话了。李杰陈丽，别的不说，拿了老人100多万拆迁款，就该把养老的责任扛起来，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，你们俩不懂吗？堂叔公一发话，群里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亲戚，也纷纷开始站队，指责起李杰夫妇。眼看舆论对自己越来越不利，王桂花的老套路又来了。她让李杰给我打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就传来他有气无力的呻吟声。林婉，我不行了，你快和李明带我去看病。我头晕，心口疼，又是装病。我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笑。我用一种不卑不亢的语气，平静地回复李杰，妈身体不舒服，你们就在楼下，社区对面就是社区医院，走2步就到了。现在医保也方便，你们先带她去看看，拍个片子做个检查。我们这边工作忙，实在抽不开身，等检查结果出来了，需要用大钱的地方，我们再商量。我的话滴水不漏，既表达了关心，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李杰在电话那头气得说不出话，最后只能恨恨地挂了电话。我放下手机，看着窗外，感觉心里那块压了多年的大石头又被搬开了一些。李杰夫妇被舆论和现实逼得走投无路，几天后竟然直接找上了我们出租屋。那天是周末，我正在陪糖糖画画，门被敲得震天响。李明去开门，李杰和陈丽像2尊门神一样堵在门口，脸色黑得像锅底。林婉呢？让他出来。
李杰一进门就大吼，眼睛通红，像一头发怒的公牛。我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冷冷地看着他们，有事？有事？你还好意思问我们有事？陈丽的嗓门比李杰还尖。林婉，我告诉你，妈的赡养费，你们必须承担一半，否则我们就去法院告你遗弃。他们大概以为搬出法律2个字就能吓住我。我看着他们色厉内荏的样子，突然觉得很可笑。我没有跟他们争辩，只是慢悠悠地走到桌边，给自己倒了杯水，然后靠在桌沿，轻飘飘地抛出一句话：好啊，走法律途径，我支持。不过，既然要上法庭，那不如把事情都说清楚。我们可以顺便查查，当年老房子的拆迁协议到底是怎么签的。这句话像一道晴天霹雳，瞬间劈在了李杰和陈丽的头上。我清楚地看到，他们2个人的脸色在短短几秒钟内，从愤怒转为惊愕，再从惊愕转为无法掩饰的恐慌。李杰的眼神开始闪躲，不敢与我对视。陈丽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他们的反应证实了我心中一个模糊的猜测，这背后一定有猫腻。送走那2尊瘟神后，我立刻行动起来。我通过朋友介绍，找到了一位在处理家庭纠纷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张律师。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，包括我对我婆婆和李杰夫妇在拆迁协议上可能动了手脚的怀疑。张律师非常专业，他听完我的叙述，沉思了片刻，然后给了我一个明确的建议。林女士，根据物权法和继承法的相关规定，您丈夫李明作为长子，对他们家的祖产，也就是被拆迁的老房子，是享有一定份额的继承权和补偿权的。您婆婆无权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，私自处理全部拆迁款。我建议，我们立刻向相关部门申请，调取当年的拆迁补偿协议原件。律师的话给了我一剂强心针。在张律师的指导下，我们以李明的名义向市拆迁办公室提交了资讯公开申请。等待的过程是煎熬的，但结果没有让我失望。1周后，我们拿到了那份决定我们一家命运的拆迁协议影本。在律师事务所里，张律师戴上老花镜，逐字逐句地审查着那份档。我和李明紧张地坐在他对面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突然，张律师抬起头，用笔尖敲了敲档上的一处签名栏。找到了。他将档推到我们面前，我凑过去一看，心脏猛地一缩。在被拆迁人产权共有人那一栏，清清楚楚地写着2个名字，一个是王桂花，另一个是李明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李明的声音都在颤抖，他指着自己的名字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很简单，张律师冷静地解释道，这说明在法律层面上，这栋老房子是属于您和您母亲王桂花共同所有的，因此这120万的拆迁补偿款也应该由你们2人共同所有。您母亲在没有得到您授权的情况下，将全部款项转给您弟弟李杰，这不仅是家庭内部的偏心，更是对您合法财产权的严重侵犯。侵犯这个词像一把重锤，狠狠地砸在李明的心上。他呆呆地看着那份协议，脸色惨白。我知道，他心中那座名为孝顺的牌坊，在这一刻被这份冰冷的法律档砸得粉碎。他一直以为母亲只是偏心，他从没想过自己的亲生母亲为了偏袒小儿子，竟然会用欺骗和隐瞒的手段直接侵占属于他的财产。这是算计，是赤裸裸的掠夺。张律师继续说道，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以侵犯财产权和不当得利为由，向法院提起诉讼，
要求李杰和陈丽返还本该属于您的那一部分拆迁款。我看着李明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心里没有半分同情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如果不是我坚持，他可能一辈子都会被蒙在鼓里，心甘情愿地当那个被吸血的好儿子。我握住他冰冷的手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语气前所未有的坚定。李明，这一次我们不能再退了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公道的问题。我们要把属于我们的东西堂堂正正地拿回来。李明抬起头，看着我，通红的眼眶里终于燃起了愤怒的火焰。他重重地点了点头。我和张律师商议后，决定立刻行动，一纸诉状以雷霆万钧之势送到了李杰和陈丽的手中。当法院的传票和起诉书副本摆在他们面前时，他们彻底慌了。他们大概做梦也想不到，一向逆来顺受的我们，这次竟然真的敢动真格，把家事闹上法庭。王桂花得知我们起诉了她最宝贝的儿子，立刻故技重施。她先是打电话给李明，在电话里哭得撕心裂肺，咒骂我们是不孝子、白眼狼，要把他活活气死。见李明不为所动，他又开始装病，让李杰夫妇在亲戚群里散播消息，说他被我们气得住了院，企图用舆论和亲情来绑架我们，逼我们撤诉。这一次，我连眼皮都懒得抬，我直接将张律师发给我的律师函和诉讼材料，拍了清晰的照片，发到了李氏家族群里，然后配上了一段文字：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，家事也好，国事也罢，都逃不过一个理字。我们相信法律会给出最公正的判决。冰冷的法律当远比任何声泪俱下的控诉都更有说服力。群里那些原本还在七嘴八舌劝我们家丑不可外扬的亲戚，瞬间噤声了。他们或许不懂法，但他们看得懂那红色的公章和法院两个大字。他们不敢再轻易指责我们不孝，反而开始私下里劝说李杰夫妇不要把事情闹大，有话好好说。没过2天，李杰夫妇果然主动找上了门，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陈丽甚至还挤出了几分笑意，手里提着一篮水果。大哥，嫂子，你看，一家人何必闹成这样？之前是我们不对，我们给你们道歉，这样，我们给你们20万，你们把诉撤了，以后妈的赡养费，我们还是1人1半，怎么样？20万，他们倒是真会算计，侵占了我们至少60万的财产，现在想用20万就打发我们，还想让我们继续当冤大头，分担本该由他们全权负责的赡养义务。我看着他们虚伪的嘴脸，冷笑出声：不必了，钱是法律规定我们应得的，赡养是法院判决你们应尽的，我们法庭上见。我的态度坚决的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，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。开庭那天，我和李明坐在原告席上，心情异常平静。张律师有条不紊地向法官陈述案件事实，并一一出示证据。老房子的产权证明，写着李明名字的拆迁协议，王桂花将120万全额转给李杰的银行流水，我们一家3口的租房合同，甚至还有我之前发在家族群里的那些照片。证据链完整而清晰。轮到被告方辩护时，李杰和陈丽在法庭上谎话连篇，漏洞百出。他们一会儿说李明早就口头放弃了继承权，一会儿又说那笔钱是王桂花借给他们的，但当法官要求他们出示证据时，他们又支支吾吾，什么都拿不出来。张律师抓住他们的逻辑漏洞，用犀利的提问将他们驳斥得哑口无言，脸色长成了猪肝色。最精彩的一幕是王桂花作为证人出庭，他大概以为法庭是他家炕头，可以任由他撒泼哭闹。他一上来
就对着法官哭诉我们如何不孝，如何虐待他。法官面无表情地敲了敲法锤，提醒他只回答与案件相关的问题。当张律师问他：王桂花女士，请问您是否在未征得您长子李明同意的情况下，将全部拆迁款转给了您的次子李杰？王桂花眼神躲闪，含糊其辞：我那是为了他好。李明有本事，不差这点钱，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是还是不是？张律师的声音陡然严厉：是，但是，那么请问，您在签署拆迁协议时，是否知道协议上有李明的名字？我不识字，我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。王桂花试图用文盲来当挡箭牌，但张律师立刻出示了另一份证据，当年村委会办理拆迁事宜时留下的会议记录。记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，工作人员曾当众宣读并解释了协议的每一项条款。王桂花还在后面的签名栏里按下了自己的红手印。谎言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被当众无情地拆穿。王桂花彻底傻眼了，她愣在证人席上，前言不搭后语，最后在法官严厉的目光下面如死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那一刻，我看着她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心里没有快意，只有一片悲凉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法院的判决书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更快。那天，我和李明一起去律师事务所拿判决书，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，温暖而明亮。张律师将档递给我们，脸上带着微笑：恭喜你们，我们赢了。我接过那几张薄薄的纸，却觉得重于千斤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逐字逐句地读着上面的判决内容。法院最终判决李杰、陈丽夫妇需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返还李明人民币60万元。关于王桂花的赡养问题，判决书也做出了明确的划分。鉴于李杰夫妇是拆迁款的主要受益人，应承担对王桂花的主要赡养义务，包括提供固定居所、承担日常开销及大部分医疗费用。而我们作为长子长媳，仅需承担探望和部分重大疾病的医疗费用。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判决书一出，李杰和陈丽彻底崩溃了。他们在法院门口撒泼打滚，大吵大闹，骂我们丧尽天良，骂法官收了黑钱，丑态百出，引来无数人围观。王桂花得知判决结果后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当场就气得晕了过去，被手忙脚乱的李杰夫妇送进了医院。我拿着那份判决书，回到我们狭小的出租屋，坐在窗边，看着楼下车水马龙，多年的委屈、愤怒、不甘，在这一刻，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，眼泪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。这不是软弱的泪，而是释放的泪。李明从背后轻轻抱住我，他的下巴抵在我的肩上，声音哽咽：林婉，对不起，谢谢你，对不起，为他过去的懦弱和愚孝，谢谢你，为我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。我转过身，回抱住他，将头埋在他的怀里，放声大哭。晚上，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女儿糖糖。我蹲下来，看着她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：糖糖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很快就能有自己的大房子了，你会有自己独立的房间，有漂亮的书桌和台灯。糖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然后伸出小手，抱住我的脖子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妈妈是我的英雄，童言无忌，却让我瞬间泪目。李杰夫妇不服判决，提出了上诉，但他们的上诉请求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二审法院很快下达了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这彻底断绝了他们最后一丝幻想。
我将二审的裁定书截图，再次发到了李氏家族群。这一次，我只配了8个字：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群里一片死寂。许久之后，才陆陆续续的有一些亲戚发来恭喜的表情。那些曾经指责过我的人，此刻都像缩头乌龟一样，再也不敢冒头。王桂花从医院回来后，整个人都蔫了。她再也不敢打电话来提让我们赡养的事，只是偶尔会在家族群里发一些怨天尤人的东西。我听李明说，他现在看李杰夫妇的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无奈，可那又与我何干呢？路是他自己选的，苦果自然也该由他自己品尝。法律的判决是公正的，但人性的无赖却是没有底线的。判决生效后，李杰和陈丽开始了他们的拖延战术。15天的履行期一到，我们没有收到1分钱。我打电话过去，陈丽在电话那头哭穷：嫂子，不是我们不给，我们是真的没钱啊，那钱都拿去买房装修了，手里1分钱都没剩下，你总得给我们点时间凑钱吧。他们甚至开始变卖家里一些不值钱的家当，在朋友圈里晒出空空如也的房间照片，配上穷困潦倒、山穷水尽的文字，企图制造假象，博取同情，逃避执行。我看着他们拙劣的表演，只觉得可笑。没钱，那100多平的新房是假的，楼下那辆新买的 SUV 是纸糊的。我再次咨询了张律师，张律师告诉我，对付这种老赖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申请强制执行。我们可以向法院申请查封、冻结甚至拍卖他们名下的所有财产，包括那套新买的房子和车。我没有丝毫犹豫。第2天，我就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，并附上了李杰夫妇新房的详细地址、房产证资讯，以及他们那辆 SUV 的车牌号。法院的效率很高，执行法官带着法警，雷厉风行地找上门去。他们在李杰夫妇的新房大门上贴上了巨大的封条，然后在社区居民众目睽睽之下，用拖车将他们那辆崭新的 SUV 直接拖走。这一幕被好事的社区邻居拍下视频，发到了业主群里，迅速传遍了整个社区。听说这家是欠钱不悬，被法院强制执行了，看着挺光鲜的，没想到是老赖啊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李杰和陈丽彻底慌了，他们没想到我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一点情面都不留。眼看着房子要被查封，车子要被扣押，随时可能被司法拍卖，他们才终于意识到法律不是儿戏。王桂花再次被推了出来，她跑到我们出租屋楼下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着，求我们高抬贵手，求我们看在血浓于水的份上，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。她甚至以死相逼，说我们再不撤销执行，她就死在我们家门口。我站在窗边，冷冷地看着楼下那个撒泼耍赖的老人。李明想下楼，被我一把拉住。我拿起手机，拨通了110。喂，远景同志吗？这里是某某社区，有人在我家楼下寻衅滋事，扬言要自杀，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和公共秩序，请你们来处理一下。然后我打开窗户，对着楼下的王桂花冷冷地说道：妈，这是法院的判决，不是我说了算。您要是觉得不公平，可以去找您的宝贝儿子和儿媳。您要是想死，也别死在我家门口，脏了我的地。我已经报警了，您有什么话跟远景说吧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足以让他听清。他瞬间愣住了，哭声也戛然而止。李明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，站在我身边，坚定地支持我的决定。远景很快就来了，
对王桂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，并将她护送回了李杰家。在强大的法律压力和舆论压力之下，李杰夫妇终于妥协了。他们东拼西凑，变卖首饰，甚至舔着脸向那些曾经被他们得罪过的亲戚借钱，总算是在房子被拍卖之前凑齐了那60万，一分不少的打到了我们的账户上。当手机收到那条银行到账短信时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这场持续了近1年的战争，终于以我的完胜落下了帷幕，拿回了属于我们的钱。李杰夫妇对王桂花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，他们不再伪装，将所有的怨气和不满都发泄在了这个当初让他们受益的母亲身上。我听亲戚说，王桂花在新房里的日子过得连保姆都不如。李杰和陈丽经常因为还钱的事争吵，吵到最后总会把矛头指向王桂花，骂她是扫把星，老不死的，骂她当初为什么要偏心，结果害得他们现在背了一屁股债，给她的饭菜也从之前的大鱼大肉变成了残羹冷炙。她生病了，他们也只是扔给她几片药，连杯水都懒得倒，甚至连她每个月那点微薄的养老金都被陈丽搜刮了去，美其名曰贴补家用。王桂花开始频繁地给我和李明打电话，电话里她哭得老泪纵横，控诉李杰夫妇如何不孝，如何虐待她，字字句句都在暗示我们应该把她接过去住，或者至少每个月再给她一些生活费。对于她的哭诉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我每次都等她哭够了，然后用一种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语气回应她：妈，法院的判决书写得很清楚，您现在的赡养义务主要由李杰夫妇承担，他们如果做得不好，您可以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或者找妇联、居委会调解，我们偶尔会去看望您，但接您过来住不合适。李明在我的影响下也学会了这套话术，面对母亲的哭诉，他不再心软，只是劝他多和李杰沟通，凡事想开点。亲戚们私下里开始议论纷纷，风向又变了，他们不再说我不孝，而是转而指责李杰夫妇狼心狗肺、忘恩负义，又开始同情起王桂花的晚景凄凉。但这一次再也没有一个人敢打电话来指责我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不好惹。王桂花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，甚至使出了苦肉计。有一次她算准了我们周末会带糖糖去附近的公园玩，竟然在社区门口故意摔倒，躺在地上哼哼唧唧，等着我们去扶。我远远地看见了，却拉着李明和糖糖绕道从另一个门进了公园。我们没有上当，我不是圣母，我做不到以德报怨。他当初如何对我，如何对我的女儿，我都一笔一笔记在心里。偶尔我会带着糖糖去看望他，我会买些他从前喜欢吃的点心，但绝口不提钱和赡养的事。我只是坐在离他不远的沙发上，看着他，让他也看着我们，让他看看他当初最瞧不上的赔钱货孙女，如今出落得多么漂亮可爱，让他看看他当初认为最没出息的大儿子一家，如今过得多么其乐融融。而他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太后，如今却只能孤苦伶仃地坐在这座冰冷的用偏心换来的牢笼里，眼神里充满了悔恨、嫉妒和无尽的落寞。李杰夫妇回家看到我们，态度也十分尴尬，再也没有了当初的嚣张气焰，只是讪讪地打个招呼，就躲进了房间。我知道，这种精神上的折磨，远比任何肉体上的惩罚都更能让他感到痛苦，而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。我们用拿回来的60万，加上这些年的积蓄，又跟银行贷了些款，终于在城里买下了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。房子不大，
90平米，3室一厅，但阳光充足，格局方正。拿到钥匙的那天，我站在空荡荡的毛坯房里，看着窗外开阔的视野，眼眶湿润。终于，我们有家了，一个真正属于我们一家3口的家。装修的过程虽然辛苦，但内心却是无比的充实和喜悦。我们一起挑选地板的颜色，一起设计厨房的布局，一起为堂堂的房间挑选粉色的墙纸和星星形状的吊灯。搬进新家的那天，堂堂在属于自己的房间里，高兴得又蹦又跳。他抱着我，大声说：“妈妈，我爱我们的新家。”我的心被巨大的幸福感填满，没有了王桂花的压榨和李杰夫妇的纠缠，我们的生活步入了正轨，一切都变得轻松而美好。李明在工作中更加努力，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，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赏识，升了职，加了薪。他回到家，会主动分担家务，会陪着堂堂做游戏，看我的眼神里也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爱意和尊重。我利用业余时间报了个烘焙班，我喜欢闻烤箱里散发出的香甜味道，喜欢看黄油和面粉在我的手中变成一个个精致可爱的蛋糕和饼干。每到周末，我们家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和食物的香气。而另一边，王桂花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不如意。李杰夫妇对她越来越敷衍，甚至开始限制她的零花钱，连买菜都要记账。她偶尔还会在电话里向我抱怨，但我只是淡淡的听着，劝她和李杰好好沟通，不再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。一次远房亲戚的婚宴上，我们两家不可避免地碰了面。我们一家3口，衣着得体，精神焕发，堂堂像个小公主，被李明抱在怀里。而李杰夫妇则显得十分憔悴，陈丽脸上的粉都盖不住眼下的黑眼圈，李杰的头发也乱糟糟的，王桂花更是满脸愁容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无人问津。对比如此强烈，曾经那些指责我不孝的亲戚，如今都围着我，夸我有远见，活得明白，夸堂堂聪明漂亮。我只是微笑着，客气地应酬着。我知道，他们夸的不是我，而是我如今所拥有的生活。人性就是如此现实。假期，我和李明带着堂堂去了海边旅游，我拍了很多照片，发在朋友圈里。蓝天、白云、沙滩、海浪，还有我们一家3口灿烂的笑脸。我没有遮罩任何人。我知道，王桂花和李杰夫妇一定会在手机荧幕的另一端，默默地看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看着他们曾经唾手可得，却又亲手推开的幸福。压垮李杰夫妇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债务。他们当初为了凑齐那60万，不仅借遍了亲戚，还碰了不该碰的东西，高利贷，利滚利，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李杰那份3天打鱼2天晒网的工作，根本无力偿还。陈丽更是只会抱怨，两人每天为了钱吵得天翻地覆，家里鸡飞狗跳。王桂花的日子自然是雪上加霜，她不仅得不到照顾，还要忍受李杰夫妇的争吵和辱骂，甚至被逼着拿出自己最后那点棺材本，去填补他们捅下的窟窿。终于，王桂花彻底绝望了。在一个下住雨的午后，她一个人偷偷地找到了我们家。她站在门口，浑身湿透，头发凌乱，像一个走投无路的老妪。她看到我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出了泪水，然后扑通一声就要给我跪下。我侧身避开，没有扶她。妈，有话好好说，别这样。我的语气很平静。她流着泪，颤抖着向我忏悔。她承认自己当初瞎了眼，
承认自己错得离谱，承认自己对不起我，对不起李明，对不起堂堂。他哭着求我原谅，求我救救李杰。我看着他憔悴苍老的脸，内心五味杂陈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确实动了恻隐之心，但一想到他过去的所作所为，想到女儿曾经受过的委屈，我心里最后那点柔软又重新变得坚硬。我平静地告诉他，妈，有些错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的，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后果也该由你们自己承担。李明下班回来，也得知了王桂花的忏悔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挣扎，有不忍，但最终他还是选择尊重我的决定，没有插手。高利贷公司不是慈善机构，催债的人很快就找上了门，在李杰家门口泼油漆，写大字，半夜砸门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李杰和陈丽吓得连家都不敢回，在走投无路之下，他们再次找到了我们。这一次，他们没有了任何嚣张气焰，跪在我们面前，哭着求我们借钱给他们渡过难关，并赌咒发誓，以后一定好好孝顺王桂花，把她当亲妈一样供起来。我和李明商议了一晚，第二天，我们给了他们答复，我们拒绝直接给予金钱帮助，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们会帮你咨询律师，建议你们通过法律途径，比如申请个人破产保护，来解决债务问题。至于妈，我们会承担起法律规定的那部分责任，比如带她定期体检，支付她重大疾病的医疗费，但让她搬来和我们同住，不可能。这是我们最后的底线和仁慈。最终，李杰夫妇因无力偿还巨额债务，他们那套承载了王桂花所有偏爱和期望的新房，被法院强制拍卖了。拍卖所得的款项，还完高利贷和银行贷款后，所剩无几。他们一夜之间，从拥有100万资产的富人，变成了真正的穷光蛋。他们不得不搬回了破败的老城区，租了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，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。王桂花也跟着他们一起，住进了那个比我们当初的出租屋还要糟糕的地方。在经历了这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后，李杰和陈丽似乎也终于醒悟了。李杰找了一份踏实的体力活，每天累得筋疲力尽，但至少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去挣钱。陈丽也收敛了许多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好吃懒做，开始学着精打细算的过日子。虽然他们依然背负着还不清的债务，但至少他们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负责，不再指望不劳而获。我们依然保持着对王桂花最低限度的探望和照顾，每个月我们会去看她一次，带些营养品，带她去医院复查身体。她的话越来越少，人也越来越沉默。她再也没有向我们提过任何要求，只是每次看到活泼可爱的糖糖，浑浊的眼睛里才会流露出一丝复杂难言的光。他亲眼看着我们一家3口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看着李杰夫妇在泥潭里苦苦挣扎，他终于彻底明白了，血缘亲情如果缺少了公平和责任作为基石，是多么的不堪一击。他当初倾尽所有去偏爱的，最终却成了拖累他最深的，而他当初肆意践踏和伤害的，如今却成了他晚年唯一能仰望的温暖。在一次探望中，他拉着我的手，那只曾经拍着大腿咒骂我的手，如今干枯得像一段老树皮。他颤抖着说，林婉，妈错了，妈真的错了，你是个好媳妇，妈对不起你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充满了真诚的悔恨。我看着他，心中积压了多年的那块坚冰终于消融了一角。我没有说原谅，也没有说没关系，我只是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背，说，妈，都过去了。是的，都过去了。
王桂花在悔恨和落寞中度过了她的余生。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她说，她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，就是生了李明这个儿子；做的最错误的一件事，就是亏待了我这个儿媳。故事的最后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我、李明还有糖糖，在我们家宽敞明亮的客厅里，阳光透过落地窗，洒在我们身上，暖洋洋的。糖糖依偎在我身边，认真地画着一幅画，画上是3个手牵手的小人，笑得无比灿烂。李明从背后拥着我，在我耳边轻声说，有你，有家，真好。我靠在他温暖的怀里，看着窗外湛蓝的天空，内心一片平静和安宁。公道或许会迟到，但最终他以他自己的方式还给了我一个公道。一切都如我所愿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